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首映礼泪崩，与听障母亲对话引共鸣，真情还是营销？在4月4日电影《向阳花》的北京首映礼上，赵丽颖的一幕哽咽鼓励听障儿童母亲的场景，瞬间刷爆了全网，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这一幕不仅展现了赵丽颖作为演员的情感深度，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关于真情流露与娱乐营销之间界限的广泛讨论。当天，首映礼现场座无虚席，气氛庄重而热烈。电影《向阳花》讲述了一位母亲为了听障女儿铤而走险的感人故事，而赵丽颖正是饰演这位伟大的母亲高月香。当听障儿童母亲王长梅上台分享自己的真实经历时，她讲述了为女儿筹集人工耳蜗费用的艰辛历程，以及无数次重复教孩子说话的坚持与不易。王长梅的每一句话都饱含深情，触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然而，当赵丽颖听到王长梅的分享后，她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原本在台侧的赵丽颖突然掩面痛哭，情绪失控。这一幕被媒体迅速捕捉，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有人称赞赵丽颖的善良与真情流露，认为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听障儿童及其家庭的同情与支持。也有人质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手段，是娱乐圈惯用的情感秀。从赵丽颖的角色设定来看，她在电影中饰演的高月香，正是一位为了听障女儿付出一切的伟大母亲。这种角色设定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情感张力，而赵丽颖在首映礼上的表现，似乎也在延续角色的情感逻辑。然而，这种角色延伸是否真的能够让观众信服？赵丽颖的哽咽究竟是对角色的深度理解，还是为了迎合娱乐圈的营销需求？事实上，赵丽颖并非首次因角色选择而引发争议。在之前的作品《第20条》中，她饰演的郝秀萍同样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母亲形象，而此次在《向阳花》中，她再次选择了一个类似的为爱铤而走险的母亲角色。这种角色选择是否过于刻意？是否在利用社会边缘群体的困境来制造话题，从而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从营销的角度来看，赵丽颖的团队显然深谙娱乐圈的流量密码。通过塑造悲情母亲的形象，她成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而首映礼上与听障儿童母亲的互动，更是将这种营销推向了高潮。然而，这种碰瓷营销是否真的能够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是否会让公众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变成一场短暂的流量狂欢？赵丽颖在电影中为了演好高月香这个角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提前3个月学习手语，体验农村生活，甚至在片场全程保持沉默，以更好地融入角色。这种敬业态度固然值得肯定，但也让人不禁思考，他的共情是否仅限于角色？在现实中，他是否真的能像角色那样为特殊群体发声？事实上，赵丽颖此前多次参与公益活动，也曾深入体验特殊群体的生活。然而，这些行为是否只是为了塑造善良明星的人设？他的共情是否真的能转化为对特殊群体的长期关注，而不仅仅是首映礼上的泪点营销？这些问题不仅关乎赵丽颖个人的形象与声誉，更关乎娱乐圈的价值观与社会责任。在这场哽咽事件中，媒体显然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从赵丽颖哽咽鼓励听障儿童母亲到内娱 Justin 唯一，媒体通过制造话题和对立，迅速将事件推向热搜。而公众在情绪化传播中，是否真的关注到了听障儿童及其家庭的困境？
还是仅仅被明星的泪水所感动？这种情感消费现象在娱乐圈并不少见。明星通过展示自己的善良或悲情，吸引公众关注，而媒体则通过制造冲突和话题，推动流量增长。最终，特殊群体的真实困境却被淹没在一场场情感秀中。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赵丽颖的哽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众对听障儿童及其家庭的关注。这种关注虽然可能带有一定的流量效应，但至少在短时间内提高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度和关注度。然而，这种关注是否能真正转化为对特殊群体的长期支持？我们是否能从这场温情戏码中汲取更多的正能量？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明星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被解读为营销的一部分。赵丽颖的哽咽究竟是真情流露，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温情营销？或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在无声世界中挣扎的听障儿童及其家庭。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短暂的关注与同情，更是长期的支持与关爱。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该从这场哽咽事件中汲取教训与启示。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娱乐圈的情感秀与营销手段，不被表面的泪水所迷惑。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特殊群体，用实际行动为他们送去温暖与关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与美好的社会。在这场温情戏码背后，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复杂与多元，也看到了公众对于真情与善良的渴望与追求。然而，真正的善良与真情不应该被营销所利用或扭曲，而应该成为我们共同追求的价值与信仰。让我们从这场哽咽事件中汲取力量与勇气，用实际行动去关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向阳花口碑炸裂，赵丽颖战损美学破圈，冯小刚这次赌赢了。2025年清明档最受争议的电影《向阳花》，自4月4日公映以来，口碑呈现两极分化，一面是观众盛赞其国产女性题材天花板，另一面则是对暴力美学与社会议题处理方式的争议。但不可否认，这部由冯小刚执导、赵丽颖领衔的全女性阵容电影，正在用票房与话题掀起一场血色浪漫的风暴。题材破冰，撕开国产电影边缘女性的生存困境。向阳花首次将镜头对准刑满释放女性群体，以高月香、赵丽颖式为女儿耳蜗挺而走险入狱，出狱后遭遇职场歧视与暴力为主线，直击社会对恶女标签的偏见。影片中海鲜市场挥刀砍向无良老板，姐妹团在泥泞中搀扶奔跑等情节，被观众称为用暴力对抗暴力的血色控诉。冯小刚在特辑中坦言，这群角色面对的恶越多，对善的感知就越敏感。这种以恶反衬善的野心，让影片在现实主义题材中独树一帜。演员封神，赵丽颖毁容式演技成最大惊喜。赵丽颖此次彻底撕碎偶像标签，从被当众扒衣搜身的屈辱母亲，到酒吧台上强颜欢笑的陪酒女，她用颤抖的嘴唇、绝望的低吼和雨中与黑妹的温情对视，诠释了卑微者的尊严。预告片中7连耳光的爆发戏更被赞教科书级打戏，网友戏称其长公主称号再添新战绩。兰西亚、绰妮、王菊等配角同样亮眼，从自断手指的弃女到监狱管教，每个角色都带着带刺的倔强。女性群像从玛丽苏到带血绽放的进阶。影片摒弃传统女性题材的伪女权套路，以全员恶女设定重构女性力量。姐妹团在破屋中分享一颗糖，用钩针编织新生的细节，将互助精神具象化。而戏外联动湖南向阳花公益行动、宁夏姐妹帮帮团等现实呼应，让观众感叹银幕内外是女性互助战场。
争议与思考：苦难美学是否过度消费？尽管影片豆瓣开分7.9，仍有部分观众质疑其用伤痕堆砌苦难。预告片中，赵丽颖满身鱼腥味鲨鱼，被流氓围殴的战损美学镜头，被批视觉冲击大于人文关怀。但主创回应，这不是卖惨，而是让光明从裂缝中透入。正如高月香那句“把自己当块铁吧”，或许正是无数底层女性的生存哲学。